2026年第一季台湾股市新开户的人数达到33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成长最快的族群呢是61岁上的长辈，还有19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你阿公和你刚上大学的表弟都在买股票了。在这种市场氛围下，手头上有点资金的人肯定都会去想了一下，我是不是也该赶快进场，不然就来不及了啊！希望帮自己多赚一点钱。但很多刚加入股市的朋友呢，就是可能手头上有个20万的资金，过没2个月就变17万，再来就变15万，然后接下来剩12万，接下来甚至剩10万不到。接着再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投资，那你就很恭喜，就变成这个投资市场设下精心陷阱的一个受害者了。我做交易的这几年呢，亏过钱，爆过仓，也曾经1个月的获利抵过别人1年的薪水。走过之后，我才彻底的明白，真正可以让一个普通人在投资市场上面去改变人生的关键，不是什么神奇的指标，而是一套你愿意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已经先建立好的一套系统。这一套系统呢，是帮助你活在股市，并且从这个活在股市的过程当中找到机会，并且去实现盈利的一些机会。所以，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或是说你在市场上面亏过一点钱，打滚了一段时间，但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稳定获利，那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这6步，你要注意了。都是你现在最需要看到的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我要跟你聊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你的钱分开。你投资的钱是投资的钱，生活的钱是生活的钱，价值观不能偏差。我有一个朋友，他存了20万，下定决心要学投资，开了一个账户。第1个月亏了3万，他跟自己说没关系，继续努力。第2个月又亏了2万，这时候他开始恐慌了，因为他算了下，这5万是他这半年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你想一下，在做股市之前呢，你是个月薪只有赚3万块的上班族，然后现在说一声2个月就赔掉5万块，你认为这是 OK 的事情吗？那你想一下，你今天把生活的钱跟投资的钱混在一起，你里面有下个月的房租，给妈妈生日要买的礼物的钱，然后跟女朋友说要去旅行的费用，然后做了一个很多人都做过的事情，为了什么？为了把你的钱给凹回来，你开始加码，你开始摊平，你不去设停损，跟自己说再凹一下就会回来的。结果呢，你的20万在短短不到3个月内赔掉剩11万。再想一下哦，你今天1个月只赚3万块，你3个月不到就赔掉了9万块，你觉得这是 OK 的吗？那我要告诉各位，这不是投资策略的问题，这是钱混在一起带来的心理压力。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哦，你生活的钱跟你投资的钱混在一起，当你一个决策做错了，你会让你后面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变形。所以说，在你研究任何技术分析、任何选股方式之前，我要你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投资的钱跟生活的钱放进2个完全不同的账户。投资里面的钱是你亏掉的，那生活也不会受影响的钱，不是你舍得亏的钱。你不能让你生活的钱就这样子随便亏掉。生活上的价值观跟投资市场上的价值观必须保持一致。这个界限一旦模糊，你的每一个投资决定都会被情绪绑架。你会因为害怕而太早出场，会因为贪婪而撑太久，会因为急着想要把钱赚回来开始报复交易，这些才是真正让人亏光的主要原因。所以说，打开你的网络银行，去开一个独立的数位账户，专门用来投资，把你的决定投资的钱全部转进去，这跟生活账户要做到完全的区隔。第2步呢，就是讲到学投资，很多人的时候都是一个借口，就是我很忙，我也没有时间。那我理解哦，你可能要上班啊，要带小孩，要去应付各种事情。但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同样说自己很忙的人，每天平均滑手机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时间从来都不是问题哦，问题是你把时间花在哪里。我刚开始学交易的时候，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时间学习。我把每天那个追剧啊、滑社群的时间换成看盘、做笔记、研究市场，不是每天8小时都投入在上面。在那个时候，就是每天会固定30分钟，一定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很多人以为学投资就是要盯盘啊，要时时刻刻看着市场，但其实不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去看任何人的投资预测，你需要搞懂的是市场上的基本逻辑、基本的游戏规则，价格为什么涨、为什么跌，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在刚学习投资的初期呢，我会希望你花最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市场的本质，而不是去盲目追寻那些很厉害的人，看他是怎么操作的，然后马上跟着一起去操作跟单啊，还是说去做一些激进的操作。我认为呢，等你建立起自己的系统，每天只要1到2个小时呢，你就可以去完成自己的各种投资市场上面的分析和操作。
剩下的时间你就可以继续做你的事情。投资不应该占据你全部的生活，在你还没有建立系统之前呢，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了解市场上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建构出一套交易系统，可以让你去了解市场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我该怎么应对。在初期呢，我会建议你花大量的时间把这个交易系统做起来。等这个系统建立起来之后呢，你会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你就会变成一个让生活跟投资混合在一起的趋势投资人。第三步，你必须搞懂投资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他的胜率明明不高，但就是能稳定的赚钱？有些人感觉每次都能说准了市场方向，但是账户的钱却是越来的越少。这背后有一个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搞懂的核心逻辑。职业的交易员啊，基金经理人，他们看投资这件事情只看2件事情：第一个，胜率，我的方法平均几成的几率是对的；第二个，风暴比。每次我对的时候，我赚了多少；我错的时候，我赔了多少，就这2个数字。假设你有一个策略呢，10次的交易里面只有4次是对的，听起来很烂，对不对？我做了10次，我只赢了4次，但是我每次对的时候呢，我会赚3万块；我错的时候呢，只会赔1万块。我们来算一下哦，今天我只对4次，我赚了12万；我亏了6次，我6次是错的，这样代表什么？我亏6万块。那我的净利是多少？6万台币。那这样胜率只有40%，但是呢，我却是获利的。反过来，如果说我今天胜率有70%，但每次对的时候只赚5000块，错的时候呢赔2万块。假设我今天对了7次，7次一次赚5000块，这样是赚35000块嘛，对不对？但是我错了3次呢，则是赔了6万块台币。这样子我净利呢算下来，我还倒亏25000台币。胜率高并不代表你会赚钱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感觉自己看得很准，但账户就是一直没有在增值，一直没有在上升，因为他们赚小亏大的结构，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结构了，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结果。所以真正的投资思维呢，并不是每次都去追求一定要猜对，而是建立一个长期下来数学会站在你这边的系统。所以你现在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笔操作呢，一定都要记录3个数字，就是记录你的进场价，记录你的出场价，这笔赚了多少或是亏了多少。你做满30笔交易之后呢，计算你的胜率，再算你平均赚的是亏的几倍，这2个数字呢，才是你真正的成绩单，不是你这个月赚了多少钱就是一件好的事情哦。就如果说你这辈子真的想要靠投资吃饭的话呢，那你必须把每一笔交易用客观的依据把它给记录了下来。OK，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4步。如果说你不想要随便开始亏钱的话呢，这一步非常的重要。在你开始动真钱之前呢，你需要先做这3件事情，因为你开始建立系统了嘛。听了猫哥刚刚讲的分享的东西，你有了一套架构，你有了一套方法，你觉得它应该有效。然后呢，大多数人的下一步呢，就是我直接放钱进去，开始交易，开始赚钱，看看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最贵的学习方式。我看过很多人学了一个投资策略，隔天就重仓进场，亏了之后再说这个方法不行，然后换一个投资策略，再重仓进场，再亏，再换，这个循环可以让你花好几年，交好几10万的学费，却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是策略不行，还是你的执行不行。到底是策略有问题，还是说是你自己人本身上是有问题？这个是需要去研究出来的，还是说你只是刚好遇到了不适合这个策略的市场环境？所以正确的顺序呢，我认为是这样子的。第一件事情呢，先用历史数据去验证，把你的投资策略拿去跑历史的 K 线数据，一笔一笔回放，记录每一笔的结果。做完30笔之后，看看你的胜率的风暴比是正的还是负的。这个步骤呢，让你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就能知道一个策略在几个月内的表现，而不是真实市场真金白银下去，你要等2-3个月之后才会知道它有没有效，这个资金效率太低了。第二件事情呢，用模拟账户在真实市场去练习，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尝试看看。历史回测看起来有效，不代表说你真的能在市场上面去执行它，因为你看图分析跟真的按下买卖键呢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心理状态。用模拟账户练习呢，让你习惯执行这个动作，习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按照规则去做决定，而不是靠感觉。第3件事情，你开始可以靠你的小额资金了。其实，在台湾市场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零股交易。你今天买一张股票1000股，你觉得会怕赔那个20块的价差，你觉得受不了？那你今天换成100股嘛，100股不能接受，你再换成50股嘛。大部分人会没有办法接受一单股票的上下波动呢，就是因为它放的仓位太大了，它的资金承受能力可能没有那么的健全。可能因为来到投资市场上面不久啊，然后结果就压太大的资金，那这个资金的波动呢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就是不在你的认知范围内。所以在这个心理感受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呢，你需要在压力下面去进行练习，而不是一开始就承受太大的亏损压力。
或太大的这个波动的压力。所以呢，才会推荐大家一定要用零股去进行练习。今天猫哥跟你说哪档股票在上涨趋势，你觉得很强势，但是呢，你今天没有下真金白银的话，你是永远没有办法理解这一套投资策略到底强在哪里。那你今天下个1股，你今天下个2股，你今天下个10股，那都是下。那至少你放了一点资金下去，去了解真实的状况是什么一回事。我认为这才是一个进步的方式。所以接下来第5步，那你进入市场了，有了系统了，接下来你要了解怎么去保住你的本金。我们来到投资市场，很多人都在教你怎么赚钱，但这边猫哥劝你一下，我觉得呢，你要先学会怎么不要乱赔钱。所以保住本金呢，就是我们第5步要跟大家聊的。很多人进场之后呢，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怎么赚更多。但是职业的交易员进场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这笔亏损最多亏多少？这个思维上的差距呢，就是业余跟专业之间最大的区别。为什么要先想亏损？因为市场里没有任何一个策略是100%不会亏钱的。亏损不是意外，亏损是这个游戏中的一部分。你唯一能控制的不是你会不会亏，而是你每一次亏最多亏多少。每一笔交易亏损不要超过你总资金的1% 到2%， 20万的1% 就是2000块，也就是说，不管你再多看好这一笔，你最多就是只让自己亏2000块台币。你听起来很保守，但你想想，如果说你今天连错了10次，你只亏了2万块，你还有18万在手上，还有足够的空间再重新来过。为什么你要去经历这样的阶段？因为你还在建构自己的交易系统，你还没有确定你自己的交易系统能打出高报酬率之前呢，你必须非常的保守，让自己活在投资市场上面。你必须去保住你的本金，才有资格谈获利。你今天拿这个20-30万进入投资市场，这笔钱怎么来的？你心知肚明。不管你是存钱存了多久，还是怎么得到这笔资金，谁给你的这笔钱，那这笔钱绝对都是得来不易的。那我不希望大家在没有一套正确的交易系统之前，你就拿真金白银下去市场，拿30万随便亏了10-20万，然后去买这个教训，我认为这个太贵了，没有必要。所以呢，在你真正打造一套正确的交易系统，一套回测过后有效的交易系统之前呢，我认为你要把你的每一笔交易的风险都是控制在1% 到2% 之间，因为你要确保自己活在投资市场，知道你的策略被验证有效性以及可复制性。第6步，接下来我就是要教大家，就是你要把你的目标变成计划，然后把你的计划也变成行动。你想要靠投资改变人生，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振奋人心，对吧？但是你没有一个有效的方式去执行，改变人生，那就只是你讲讲而已，你终究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人生的。你没有一套有效的方式，那你就只是很开心的。它不会因为你很感性，市场就奖励你，不会，好不好？你需要的呢是拆解一个每个月都能执行、都能去检讨的具体计划。方法很简单，只问自己这3个问题：这个月你打算做几笔交易？每一笔交易我最多愿意亏多少钱？那我的策略平均风暴比是多少？把这3个数字填进去呢，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你正常执行大概这个月的交易损益状况会长什么样子。你必须去设计这个结果，透过你的架构去了解说你在投资市场上面你打算怎么去进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猫哥，我做个投资干嘛这么累？对，就是需要这么累。你必须把投资看作一门生意。那你做这门生意呢，你必须精打细算。钱既然要进场了，那你就一定要了解这一局你是在承受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呢，我不是要求你去预测结果，我是要让你清楚知道你要执行一套有逻辑、有根据的计划，而不是在赌博。然后到每个月底呢，你还可以做一次检讨，了解说自己这个月做的怎么样，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分析的正确，哪些地方分析的不正确，你都永远保持在一个往上进步的状况。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下定决心的想要靠投资来改变自己的人生，那么我觉得保持每个月的进步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怎么保持每个月的有效进步呢？就是了解每个月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要去把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具体的记下来，这个就会变成一些客观的依据。我们再透过这些客观的依据呢，来去提升自己的认知，提升自己的能力，去改善自己的错误，离成功更进一步。所以投资改变人生呢，不是靠某一次的暴增，而是靠每个月一点一点的进步累积出来的结果。